光头无意之中发现小莲的房子里再次聚集了大批的灵异力量，这令他难以置信。他明明记得已经封住了地下室的地狱出口，艺高人胆大的他决定独闯这里一探究竟。地下室中高速旋转的灵异电波探测器表明了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灵异力量。光头觉得有危险，准备离开，但为时已晚。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吸入地下室。小静突然接到光头的信息，一向很大胆的光头说他很害怕，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小静觉得需要亲自去查看一下。屋子里的鬼魂变得极其不友好，靠近房子的小庆被一顿暴揍后扔出了几十米远，肋骨断了几根，还有严重的脑震荡，这让大家感觉到这次真的有危险了。小妮想通过后门进去寻找光头，但她的前男友却浑身血淋淋的挡在后面，大声喊着这房子很邪恶，不要进来。这让小妮很害怕，她的前男友已经去世了很多年，怎么会在这里？二郎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小庆的母亲在生小庆的时候就难产死了，同时死亡的还有小庆的双胞胎妹妹。那小庆一直认为是自己母亲的那个女人又是谁？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大阴谋。平儿他们通过邻居的地下室通道试图进入小莲的房子，地下室通道黑乎乎的，这里的恶鬼似乎接到命令，想尽办法阻止他们进入房子。小庆隐隐约约觉得这背后一定有个邪恶的计划，而他的朋友们都处在危险之中。他强忍着断骨之痛来到这里，这里的布置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一个老男人接待了他，这个男人是这里的主人老多，他也是小莲的爷爷，一个试图解剖孙女的恶魔。老多死后一直赖在这所房子里，他就是房子，房子就是他，他才是所有恶魔的大 boss。老多似乎非常了解小庆，知道他所有的事情，这一切消息都来自于一个女人，一个小庆一直认为是自己母亲的女人。老多告诉小庆不要担心他的朋友们，他们都在经历自己人生中最期待的事情。进入房子的平儿他们在这里竟然看到了自己最想见的人，他们的灵魂一直被困在这里，被老多左右，无法离开。他们都知道这些是虚幻的，却无法自拔，或许重逢更令人难以割舍。他们见到的这些人却再一次消失在他们面前。光头受了伤，老多打断了他的腿，把他丢进地下室。不挨揍就不明白一些事。挨揍后的光头发现自己上次搞错了，他把地狱的入口当成出口封闭，致使这些灵魂无法离开，被困在这里，只能接受老多的摆布。只要重新打开入口，这些游荡的灵魂就会被吸入，直接进入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小青一直认为他是天赋异禀，才能看到鬼魂，才能和他们沟通。他认为是母亲的女人，却嘲笑他是个傻子。他不明白任何的事情。这个女人不是他的母亲，而是他的妹妹。当出生时，小庆的脐带勒住他的脖子，把他活活勒死。不甘心的他死后，灵魂一直游荡在小庆的身边，伺机报复他。小庆自以为能看到鬼魂的能力，只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妹妹，这是一个长远的复仇计划。他一直潜伏在小庆的身边，在小庆梦中以母亲的形象出现，引他来到这里。小庆这才明白为什么谈到母亲的时候，父亲总是回避这个话题，原来背后是如此令人伤心。小庆的妹妹和这个邪恶的老多一拍即合，光头又不小心封错地狱入口，致使大批灵魂被困，无形中增加了老多的力量。今天就是报仇的日子。小庆的妹妹告诉他，你已经活了36年，是时候交换一下了。他的目的是杀死小庆，将他的灵魂困在这里，而他则附体在小庆的身上，去制造更多的悲剧，吸引更多的灵魂来增加老多的力量。老多和房子早就合二为一，他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眼看着自己完美的计划就要完成，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意外。老奸巨猾的他一边和小青讲故事，一边安排被控制的灵魂去阻止光头他们打开地狱的入口。小青怎么也不能明白，母亲怎么一下就变成了妹妹，而这个妹妹一直在策划阴谋，想杀死他。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自己具有的灵异能量只是妹妹的阴谋，这简直难以置信。当他为这一切感到混乱的时候，妹妹则毫不留情地勒住他的脖子。此仇不报，更待何时？经过重重艰难困苦，光头他们成功地到达地狱的入口。但问题来了，光头已经将这里完全焊死，没有切割机和高温火焰，根本无法打开这个风口。关键时刻，平儿小宇宙再次爆发，他用手一指，手指竟然射出高温火焰，切开地狱入口。一瞬间，这些游荡的灵魂被吸了进去，正将小庆掐得直翻白眼。眼看就要成功附体的妹妹和邪恶的老多也一起被吸入地狱入口。
备受打击的小庆实在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一切。他寻找父亲，试图问个究竟，但却再也不能看到鬼魂，也无法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是老于，看全球精彩影视就是这么简单。点击关注，不要错过精彩更新。